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Stop.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我是圆。今天呢，想给大家录一个关于想要来到新西兰你一定要知道的所有 tips。我们分为衣食住行4个部分，为大家讲解。首先呢是衣的部分。第一点，新西兰和国内的季节正好相反。因为新西兰位于南半球，所以它和国内气候是正好相反的。比如说，现在国内是夏季的话，新西兰就是冬季；国内是冬季呢，新西兰就是夏季。而且春天和秋天并不是很明显，主要的是冬天和夏天，所以会有一种你过完了冬天，然后就是夏天的错觉。如果夏天来到新西兰的小伙伴们就会发现，新西兰夏天甚至可以9点钟的时候天还是亮着的，不要奇怪哦，这很正常，因为新西兰的夏天日照时间特别长。第二点，新西兰的早晚温差特别大。一天可以过完4个季节。中午的时候特别热，然后晚上呢又特别冷，所以建议来到新西兰的小伙伴们记得一定要多带一点外套，防止冻感冒了。第三点，在新西兰生活的当地人穿着都非常的随意，你会看到在大街上有人穿黑色的长袖啊、外套啊之类的基本款，天气好的时候一件短袖啊、一个裤衩就可以出门了。就是大家都穿着的非常随意，没有人穿什么 Gucci 啊、LV 之类的名牌。如果你穿上一身 Gucci 啊、一身 LV 的话，绝对会成为众人的焦点。对，我还记得当时 H&M 啊，还有 Zara 的开业的时候，就排了很多的人，大家全都过去了，好像整个新西兰人都过去了一样，就像国庆节一样的热闹。第4，衣服的价格便比国内要贵。如果小伙伴们想要来到新西兰的话，尽量从国内带衣服过来。在淘宝上啊，什么衣服都可以买，对吧？在新西兰的话，那些衣服都价格都很贵，而且都是基本款，样式也不是很好看。我们带你去新西兰最平价的连锁店 Cotton On 转一圈，让你们感受一下新西兰便宜的衣服都长什么样吧。第2趴，我们来讲一下大家都非常关注、非常好奇的食物类吧。首先呢，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知道新西兰有这么一条街，叫倒霉路，是相当于像拆大烫一样的一个地方，是吧？就是倒霉路很长的一条街，汇集了新西兰很多家的中国餐馆，几乎在倒霉路上80%以上的餐馆都是中国餐馆。所以想要来到新西兰，然后又想要吃想念家乡的美食的话，那就去倒霉路瞧一瞧吧。第2点，好用的 APP 软件 website 推荐。在新西兰呢，不知道在哪儿可以搜到好吃的东西的话，那么这里有一个 website 推荐给大家，叫 Zomato。这个 website 呢，就是上面有很多家商店，然后中国餐馆、外国餐馆都有，你就可以在上面选择你是要吃 lunch 啊，还是 dinner 啊，还是take away 啊。你点进去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那个商店的详细的信息，比如说它的 menu 啊，它的每道菜的价格它都有，然后包括可以告诉你平均每个人要花费多少钱，这家餐馆的地址、电话啊，然后还有他们的营业时间，还有他们是不是可以带酒，这些都有，还是特别方便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去瞧一下。第2个软件呢，就是 Groupon， 这是一个折扣软件，就有点类似于美团，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在上面团。比如说你要团一个瑜伽课啊，团一个什么massage，然后这边massage也特别多。是吗？对啊，你不知道吗？就很多massage店，然后给你按摩颈啊、按摩腿啊什么的。我只知道我家旁边有很多massage，里面是。Groupon 呢，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在上面买到各种优惠券的一个地方。在新西兰你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洋人餐馆吃饭的话，你要记得要 book a table。还有一些中国饭店也是。中国饭店也是，就是要 book a table。尤其是刚开业的时候。对，人特别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这样才不会到时候临时去的话，可能人家就不会让你进去了。
就是无论是你要去剪头发，还是要去餐馆吃饭啊，还是去医院啊，去哪儿都是要预约的。第3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外卖公众平台，比如说有勾勾到家、即时送、Uber Eats， 这些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还是非常方便的。第3点，新西兰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然后所以这个地方的食物种类特别多，比如说像什么越南菜啦，什么马来西亚菜啦，泰国菜啦，就不说中国菜啦，韩国菜啦，日本菜啦，印度菜，还有地中海，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鬼，反正对地中海，然后还有反正就汇集了欧洲的菜，对各个国家的菜肴，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吃货的话，那新西兰准没错，这里一定可以满足你的味蕾。第4点。新西兰食物的价格基本上都在$12以上。如果你是在 City 消费的话，就是在市中心消费的话，基本上都在$12以上。这个价格相较于国内来说，可能还是偏贵的。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起码得60人民币。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吧。第5点，在新西兰消费的话，基本上华人餐馆都是不能用 credit card， 然后或者是可以用 credit card， 但是必须消费满30到40以上的价格才可以。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准备一张 debit card。在新西兰办一张debit card，或者是有一些的中国餐馆是可以用支付宝或者微信的，这一点还是很方便。虽然华人餐馆不能用 credit card， 但是大部分的洋人餐馆还是可以用 credit card， 因为这里面 credit card 的话，他们商家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所以大部分的商家为了规避这部分的手续费，所以他们会选择不让你用 credit card。第6点，当你需要刷卡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用 POS 机吗？不知道，让我来教你吧。POS 机上面分为3个按钮。咱们的这个消费系统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对，它最左边的按钮是可以用他们的借记卡。如果你是一个 saving account 的话，就是一个储蓄账户的话，你就按中间的按钮；如果你是一张 credit card 的话，就是信用卡的话，你就按最右边的按钮。对，我刚来的时候还就是不太清楚这些。对，所有新西兰的这个 POS 机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一定要切记，不要到时候都不会用哦。既然说到了刷卡的话，我们就来说一下新西兰有几大银行吧 ，ANZ 啦，BNZ 啦，ASB 啦，还有 Westpac， 这些基本上都是在新西兰的银行。然后如果你需要在这边办一张卡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只要带上你的护照，带上你的地址证明，到任何一家银行，他们就会给你很快就办好啦。第8点，新西兰的超市，常见的洋人超市呢有 Poundland， 有Pak'nSave、New World。常见的华人超市呢有太平、蔡宁南、生活达人、Japan Mart、大华，然后等等一系列的华人超市。如果有任何人想要详细了解一下这些超市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价格是怎么样的，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收到你们的留言，就会拍一集这样的视频给大家看的。第9点。新西兰的超市结账系统和国内有些不同，他们多了一个自助结账的区域，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那个自助结账的机器，自己扫它的那个条形码以后，自己刷卡结账，然后全程都是没有工作人员帮你的，你就自己消费就行了，这样就极大的节省了人力啊，然后时间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是在新西兰买酒的话，在任何一家超市买酒，都需要工作人员来 check 一下你有没有满18岁。对，所以如果你要买酒的话，一定要带好护照或者是驾照。对，或者是你的18加的那个卡，或者是你的 ID 卡什么的。如果你想买酒但没有带的话，没有任何人会卖给你。对，即使是你的同伴带了那个护照，但是你没有带护照的话也是不行，完全不行的，因为他们会认为你们是一起的，所以你们俩都必须要具有身份证明，18岁的身份证明才行。第10点。新西兰的物价特别贵，国内常吃的蔬菜种类也不是很多，比如说像国内马兰头，然后什么苋菜，这些菜我基本上是没有看到的。而且你不管买什么，在这地方你都要乘以5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再便宜的它也是挺贵的。其实是呀。第11点，新西兰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大的 shopping mall 叫 Westview Shopping Mall， 这个 shopping mall 呢就相当于国内的万达。就是当地人周末的时候会经常会去那里逛一逛啊。然后这个 shopping mall 呢，周1到周3营业到晚上6点，然后周4、周5有 night 营业到晚上9点。这个是和其他地方有些不同的。新西兰的大部分的商店都只营业到晚上5、6点的样子，所以他们在5、6点之后都关门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进入第3个，它就是关于住的方面。
首先你来到新西兰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几大类别的房屋类型，一个就是像居民楼那种大 house， 一个就是如果对于学生来说的话，有学校的学生公寓，然后有像我现在住的这样的类别，然后呢就是未满18岁有那种 homestay，然后呢如果你是旅行者的话，它会有 hotel，对 hotel 就是有像酒店一样的高级一点的，对，然后还有就是 backpackers， 像是青年女士的那种对感觉。主要也就这样子的类别了。对，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说到了关于房子的类别的话，那你来新西兰之前有几大渠道可以找到这些房子呢？就是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找房子的一些资源吧，就是你该怎么找。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 TradeMe。TradeMe 就在新西兰的地位就相当于在中国淘宝的地位一样，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地方的 TradeMe 有什么样，然后呢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中介的网站，比如呢？比如像什么 City Sales 啊，像 Duffield Thompson，然后各种，我们都会给大家列举一下。这些呢就是主要就是有卖房租房的。对，一般像我来说，我都会在 TradeMe 上找，然后看一下这些中介网站。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收中介费的。TradeMe 上面也收吗？TradeMe 上他们有些也是中介抠上去的，对70%-80%的新西兰的租房都是要涉及到一些中介手续费，对，其实挺贵的。这地方就是人工很贵嘛，是吧？但如果不想要交那么多中介费怎么办？那不存在不存在的，除非你就是你作为一个房主，你不想通过中介，你直接就是去跟租房的人说，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保障嘛。其实中介还是挺有效率的，他们是 professional， 就挺专业的，还是放心一点。但是这个费用是要租房的人承担的。然后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然后中国的华人来说，就是很多也是几乎中国人都知道吧，天网。对，在新西兰的这个天网也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挺重要的。我有时候找房子或者买东西什么的，我都会去先天网看一下，就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上面也挺多挺靠谱的信息的。对，不过在天威网上面，如果你想要找房子的话，应该是免费的，免中介费。不，我在天眼网上找的这个 apartment 也是就是中介反正是不论是在哪个平台上面，如果是通过中介的话，就要交中介费的。对，如果是直接房主投上去的话，那就他房主就会说无中介费。对，但是如果不说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有中介费的。个别的没有，他会特地的说。对。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群啊，对华人群，对。这些群你也可以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Sky KV 天眼网上找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群，各样的群。对，那房屋类型和租房的渠道我们都已经大概讲了一下。那还有一点就是在租房的时候呢，一般你租房家具都是普遍会提供的，但是如果你想买的话，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买。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Warehouse 就是非常简单、非常便宜、非常实用、非常大众的一个商场。一般就是需要家居类型的，像床垫呀，还有一些什么电暖器啊、水壶乱七八糟的，这些我们都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买太贵、太奢华，我们都会去这里买，因为它经济实惠，挺好用的。还有一种呢，就像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除了 Warehouse 还有一些什么宜家，我看看啊，还有什么 Kmart， 这些都是可以买到家具的。但是 Warehouse 是最便宜的了，是吧？对。如果你就是想暂时用一下，不需要什么太华丽的，这些都可以去随便买，可以逛一下。然后你想买稍微就是奢华一点、有品味一点的，有当地洋人的那种，对，洋人的 furniture store， 对，那价格肯定会更高一点。对，然后说就是这里稍微提一嘴吧，这个地方的大学的那个大学生的一些住宿的条件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因为国内是学校里派发宿舍，在国内，但这地方是很普遍的。如果你真的住了学生宿舍，可能还会就是很少数、极少数，是吧？一般都是学生在外面自己租房，所以呢，这就涉及到了男女合租，就是一起合租，然后分担费用，这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方法了。所以这就是跟国内很大的一个区别。男女混住。对，还有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公寓里面是不能养宠物的。如果你是租客的话，你养任何动物，你在养之前都是一定要通过，就是跟那个 landlord 跟房东沟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明令禁止，你是不能养宠物的。如果你养的话被发现，他们可以随时把你踢出去。好严重呀！对，这个地方对，是因为新西兰对动物免疫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很敏感，你不是自己想养就能养的。对。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行了，就是你的外出行。对，在新西兰呢，我们几大出行交通工具呢，一个就是私家车，一个就是公交，一个就是火车，还有就是摩托车、自行车。公交车呢，有几点需要大家知道的，就是
上公交车之前，你一定要先刷卡，然后下公交车之前你也一定要刷卡。你不刷卡的话，后果很严重，你会承担很大的损失的，对吧？你下车的时候忘记刷卡的话，它直接会算到你，直接是假定你是坐到最后一站的费用。对，嗯。然后呢，你在上车之前，你一定要向司机这么招手，示意一下，他才会他才会停，不然的话他不停的哦。对。然后下车之前，你也一定要就是按一下那个下车的按钮，示意司机他才会停，不然的话你也会坐过站。而且新西兰的公交车它是没有报站的，对，就是红黄绿3个颜色的公交车会报站，剩下的公交车全都不报站。对。刚来我很 confused 我跟你说，刚来的时候我很迷茫，我该坐到哪儿下呀？我都不知道。我都是全程都在看 Google Map。对，现在我也是，现在我去哪里都根据 Google Map 很重要哦，同志们。对，一定要下哦。对，你不下的话，你在新西兰一定是会迷路。就是几个 APP，一个就是刚才出行的 APP， 对 Google Map 还有就是什么 Uber 打车，新西兰打车软件就是 Uber，没有滴滴打车啊那些，对，相当于国内滴滴打车。还有就是 AT 号。像就是你查公交车的线路和它的到站时间和它的一些变动，都是在这个软件上可以知道的。对，这个软件也很重要。还有呢，一些小 tips 吧，就是上车之前要跟公交车司机 say hi，下车之后呢，一定要跟公交车司机说一句 thank you。这就是，没有人会特意的告诉你，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文化，对，每个人都会知道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斑马线的时候，车80%-90%的就一般情况下都会给那个行人让道的。对。不让的情况下很少，因为他们是好像对都是有都会给行让的。对，过马路的时候呢，也是要按一下按马路那个旁边的那个键，灯才会亮起。就是可能国内的朋友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驾照方面问题。这个地方呢，拿到驾照有2种方式，一个就是从国内已经考了驾照，然后过来翻译，对，还有就是过来现考是吧？对，然后这也是挺大一部分的。如果大家想知道特别的关于这个 topic 的话，Please comment down below 我们会就是特地的为大家做一期这样的视频。对，就差不多这些吧。对。好，那我们刚才就粗略了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衣食住行这方面，是吧？就是你来新西兰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对。如果我们有什么没有说到的话，也请大家就是在下面欢迎补充，在下方留言或者提问题，我们会积极回答你们的问题的。对，希望通过这个视频，你们能更了解新西兰一些，然后也能在出行新西兰之前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对，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个赞，并且订阅哦。对，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对，我们会积极的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的。拜拜，拜拜。